大家好，欢迎来到红墙观察，我是美玲。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在全世界来了一个大现眼。本来以为呢，借更换身体零部件能够促进邪恶轴心国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结果呢，捂了20年的中国按需杀人的产业在全球曝光。一时间，那些组团去中国换零件的外国政要开始瑟瑟发抖。这不是出卖吗？说好了的，我给你们提供利益，你们给我更换零件，怎么暴露了？怎么这么不讲武德？最气愤的还是那些准备去换零件，但是还没有出发的。本来说的是去中国医疗旅游，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去中国是去换肾了，这还咋去呢？150岁梦眼看就要实现了，结果你老习一句话就给我给弄醒了。但是习近平现在也顾不上那些身体零件外交了，国内的事呢还烦着呢。你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不行，老百姓也不给总加速师省心，你们倒是配合着中央的政策加速呀，加速贷款，加速买房，加速消费什么的。中国经济都惨成什么样了？为什么还都消极对抗呢？愁的总加速师是天天念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旅居欧洲的中国前官员杜文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可靠的机密消息说呢，习近平现在是压力山大，他是遇上大坎了，还常说一句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是他架空了国务院全面接管中国经济工作以来最常说的一句话。那么为啥压力大呢？因为中央财政很困难，没钱了。刚刚结束的阅兵不知卷进去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使得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但是接下来还得给黑兄弟们大撒币，哪有钱呢？现在这帮年轻人政治觉悟太低了，连社保都不交了。虽然能活到150岁，但就照这个经济形势发展下去，中共还能挺几年都很难说了。杜文在其自媒体账号中表示说，习近平当下经济工作的最主要指导思路是3个字：抓发展。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抓发展积极性都不够高，敢闯敢拼的劲头不够，在抓紧落实中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杜文还表示，习近平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外大撒币要钱，扩充军备战要钱，维稳处突要钱，对内投资大项目要钱，基层政府转移支付也要钱。所有的要钱的事项都仿佛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支出是不断增加的，而财政收入呢却是越来越少，或者说呢，收入的增加赶不上支出的增加，捉襟见肘，窘迫异常。这已经成为了习近平的新常态。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临系统性破产的重大挑战。根据财政部长蓝福安6月24号向全国人大的报告，2024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0.462.06亿元，而2025年中央针对地方政府的3保转移支付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关，变成了中央财政支出的最大头。据财政部方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4-5”期间，中央财政5年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近50万亿元。杜文表示，整个中央财政变成了供养地方的示范财政。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想挥霍大撒币、扩军、维持稳定、支持教育等全靠借债，而目前的债务已经累计过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杜文还披露说，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绝对独家的真正的重大消息，习近平手上的中央财政是真没钱了，他是真受不了了。与前苏联崩溃前所遭遇的财务困境几乎是如出一辙。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肉眼可见的，但包括很多外国的经济学家仍对中国经济充满着信心。这其实呢，让人很迷惑。他们眼中的中国虽然经济衰退，但仍然是歌舞升平，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只能说呀，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的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呢，出现的经济萧条曾经持续了多年，构成了很长时间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经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但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与政策造就出来的，
专制国家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像是中国过去20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另外，经济学家程小农曾经撰文表示，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会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呢，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的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裁。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方面呢是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加强资讯的封锁，不让国人与外国人了解真相。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国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的管控。此外呢，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杜文也表示呢，中共现在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中央逼着边远地区政府自己创收，但这样做恐怕酿成更大的悲剧，饿死人的时刻恐怕是不远了。因为这样做呢，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民生保障资金会出现巨大缺口，失业人员保障金、低保户的低保金、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医疗保障资金、公务员、教师等吃财政饭的工资都将成为了无源之水。杜文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就像是毛泽东当年搞的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为了打肿脸充胖子，给苏联人还债，各地官员为了政绩邀功请赏大跃进，把农民们的粮食收缴上后上缴中央，中央拿着这些粮食在国际上卖钱，去大规模援助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国内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人，地方不敢上报，中央假装是看不到，最后便出现了大规模群众被饿死的大悲剧。杜文说呢，眼下其实也是一样，地方财政钱都被中央和省市给拿走了，习近平拿钱去大撒币与扩军备战去了，回头呢他们一耍流氓，不转移支付了，逼着地方政府去创收。那么地方政府拿什么来创收呢？天不生地不出钱，只能靠加大盘剥百姓的力度。杜文表示，中国人的苦日子还在后头。程小农说，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会认为呢，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但事实却是唯一的医生是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乎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眼看着中央都没钱了，这下属一个个的也是不让人省心。秦刚和刘建超这两个外交双子新星先后出事呢，那真是打脸呢。习总这么提拔你们，然后你们都坏事在女人身上，妥妥的党性不坚定。现在好了，这外交部也是个高危职业了。秦刚因为凤凰卫视的花旦出事了，他可是改革开放44年来第一个当选中央委员的现职驻外大使，随后成为了中共外交部部长，但是不到1年就失踪了。刘建超更不让人省心，这位中联部的部长今年8月份被外媒爆出，在7月30号结束外访回国以后，于8月初被当局带走问话，他的住所于8月初被当局搜查。一位中国退休官员暗示刘建超案与泄密有关，而导致泄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与美女有关，但是该人士呢没有告知详情。你说你们都这么好色，是跟谁学的？好吧，这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决定的。所谓的牡丹花下死，进秦城监狱也风流嘛。但你们风流了，老习却是很生气。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少壮派，一定是被资本主义思想给严重侵蚀了。中国学者袁宏斌教授近日接受看中国采访时爆了一个大瓜。他说呢，刘建超极度淫乱，
本来他正处于被提拔为下任的外长的过程当中，但却感到来自现任外长王毅团伙为主的权力斗争一级者的威胁，对方要举报他的种种腐败淫乱的问题。于是呢，刘建超就企图同某大国达成一项交易，交出一系列中共的秘密文件。这样呢，一旦他面临整肃的危险，就有一条逃往这个大国的后路。据说刘建超动向已被中共秘密警察全面掌控了。而且呢，刘建超的女秘书之一就是习近平监控官员的特务系统的成员。刘建超的背叛行为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被抓捕软禁了。北京官场流传，刘建超被抓以后，他声称自己是受到王毅团伙的政治栽赃陷害，他拒不认罪。同时呢，刘还指控他的女秘书和王毅有不伦的关系。要我说呀，刘建超这个女秘书也不简单，左右逢源，双面间谍，那真是比电影演的都刺激。也不知道呢，经历这么大的权力斗争，还能不能活着？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